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山西。经常我们看影视剧中能够了解得到，在古代一些豪门贵族以及大户人家，他们的小孩、女孩子被称之为千金大小姐，是藏在深闺当中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绣楼。刚好今天我们来到山西晋城的一个小山村，它这里呢有一座绣楼，保存的比较完整，比较完好。听说里面呢还有一位老奶奶居住了40多年，已经80多岁了。不知道那个老奶奶是不是我们俗称的千金大小姐？我们现在呢就准备去那个绣楼里面看一看。我们看到的小姐绣楼一般都是明清时期的，因为明清时期保存的建筑比较多，在之前的就少一点。还有一点呢，古代关于女子的事情还有一个分界线，就是在北宋的之前，北宋之后。因为在北宋之前，大家都知道女子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。那个时候出了很多女名人，你像汉朝吕后，还有汉朝的窦太后、薄太后，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。然后到了唐朝就更不用说了，你像长孙皇后非常有名，武则天等等。这个时候呢，女子的地位在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还比较高。那到了北宋之后呢，有一个程朱理学，从那个时期封建等级、封建礼法就有点不一样了，也是从那个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相对来说就降低了很多。我们经常就能够看到女子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的说法，就是女孩子从小到大都得在自己家里的后院生长学习，到了15、16岁就把她嫁出去了。基本上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事情。我们经常在影视剧当中说某个女孩子去逛街，跟某个人相爱，然后私奔，这种在宋明清是非常少的，基本上是不可能。同时呢，那些千金大小姐在自家的后院基本上是跟外人不常见的，包括她的父母到了一定年龄呢，她都很少见得到了。从而呢，在他们后院有个单独的房子叫做绣楼。我们今天来的是叫做赵家大院，这个房屋呢也是比较久，大概有290年的历史了。它就有一栋专门的绣楼。这个赵家大院呢，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建，一直建到清朝嘉庆18年，建了100多年。其实说的通俗一点，这个家族呢，在康熙时期开始发家，后面呢财力人口越来越多，从而他们家族的那个大院呢才会一直建造。它也称之为老南院，一共是18个院落，有牡丹院、绣楼、书房、厅房院、账房院、铁匠、木匠、大小厨房等等。18个院落，院院相连，楼楼相通，各院有各院的特色。整个大院大大小小的房屋有300多间，占地面积呢是14000多平方米。整个大院呢是设计精巧，布局合理，造型优美，错落有致，变化多端。同时呢，雕刻精细讲究，有非常多的木雕、砖雕、石雕，就是不知道这些雕刻还保存了多少。它这个老南院赵家呢，是集地主、工商业、士官、书香于一身的名门富豪。就说的简单一点，他们家既是大地主，又是一个大的企业商业，同时有做官的，所以他家族算是一个综合体吧。他这个建筑呢，还有一点宫殿式的特色。我们说到山西，大家会想到王家大院，还有乔家大院。他这个大院建造的时间比祁县的乔家大院还早了100多年。这就是这个大院的大门，跟我们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吧。它这个称之为大门，也可以称之是一个城墙一样的，它是2层的。在这里呢，还能看到几块匾额。它这个匾额呢，其实也是他们家族的象征，有好几块匾额写的是幽兰见南山，还有曹毅大夫，还有呢郡侯地。这里呢，就是表明他们赵氏家族门第的显赫，从商人到官场侯门，有3代到第8代之间，4品官员者3人，5品者5人。所以说他们这个家族呢，从发家之后就特别重视教育，培养人才，然后呢去当官了。在这个门前呢有旗杆石，在古代你只有中了举人、
以及之上的才能竖旗杆石。你像秀才那些都不能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门，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啊？它上面也是一个小阁楼一样的，有人是站在上面可以看到远方。因为它本身它这个大院建造的也是一点防御的，因为那个时期跟现在不一样嘛，基本上山西的大院都是防御功能，从而呢修建的跟城堡一样的。这大门比我们其他的大院看到的也更大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的房间，应该是守卫人员或者值班人员居住的。已经来到大院里面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壮不壮观，漂不漂亮？如果不是知道这里有将近300年的历史，我还以为这个房屋呢就是几十年前有人修的宅地。这个地方呢是叫做账房院，大家看起来这里是一个空白的嘛，但是看看墙壁就知道了。你看这个完全是2重颜色，那么这里以前是窗户跟门。以前这个账房院呢就是赵家的账房先生，相当于管家总揽他们家族生意的地方，一边办公一边放资料，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房间的，只不过现在封闭了。当时的那个总管呢就在这里指挥全局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一个账房一个管家他是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家族半个主的。如果说主人出了远门，这个管家呢基本上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。所以我们看了很多影视剧中也能够了解得到，一些下人或者家族的旁系，他经常要巴结那个账房，就是管家。现在是看起来跟墙壁一样，但是之前是不一样的啊。在账房旁边其实也是有东西2院的，整个他这个家族的房屋是坐北朝南。现在我们去东边看看，它这里呢是叫做书房院。书房顾名思义啊，是跟书有关，办公有关。它这里也全部是2层的楼房，也是砖木结构的。它这里呢是供东家子弟们读书的地方。历来呢在古代商人的地位都不算太高，古人云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当时赵家他发家之后，他就特别重视教育，就想让子孙们多读书做官，然后求取功名，所以他们这个家族呢才能够继续繁荣昌盛下去，就是相辅相成的嘛。我们经常也说，在古代只要一个大家族，他只要发家起来，他一定会重视教育的，所以有专门的私塾、专门的书房院等等，这个已经看过很多了。不过呢，他这里的房屋呢，2楼还是保存着比较传统，1楼呢因为几十年前或者10几20年有人居住，他们窗户全部换了。刚刚我们看了书房院，在这边西边呢就是牡丹院，据说是当时地主主人在这里居住的。我们现在看起来这里是平淡无奇，但其实在以前据说这中间呢有一个小池塘，里面呢栽种了牡丹，故而叫做牡丹院。一般的话这种的话都是家里的男丁居住的，或者是说这里是主人办公以及休息的地方，这相当于也是一个四合院形式的。然后非常有特色的就是那个房屋单独只开了1扇窗户，这个不知道是为什么感觉像一个密封的空间一样的。前方这个是2门，是3开间2层楼阁，下面这个是正门。它以前这里还有个小的通道，不知道是下人通过的还是其他通过的。这个呢还有2个大的柱子，非常精美啊。然后这里还能看到一些石雕，你看这里就有非常明显的石雕了。这个是柱石，也是柱础。大家如果看过的话，这有点像那种河尊或者是那种鼎啊。雕刻大家看一下是什么，有狮子，好像还有其他是麒麟吧。它这里有2个柱础，每一面的那个雕刻都不一样。这个就是鹿了，刚才我们看到狮子或者麒麟，挺精美的。它上面也有雕刻，这是实力的象征啊。过了2门，这里又是一个院落。其实这里以前是有房屋的，现在已经倒塌了。以前是叫做小账房院，可能是那个管家的副手吧。管理一个家族这么大的生意，基本上是有好多人一起团结一起来管理的。在将近300年前，
能够建造这样的房屋，用这个材质确实是了不起啊。那这边应该就是绣楼，去里面看一看。据说还有一位老奶奶住在这里。进来了，它也是一个四合院形式的。这个房屋明显呢比刚才看到的更高，你看它那个门都不一样。绣楼院也称之是内宅院，深深庭院，一楼霞，彩凤牡丹紫扇夸，绣得鸳鸯双溪水，谁人嫁入武侯家。这是形容它这个绣楼院的。它这个绣楼院呢是整个宅院，就是内宅。那么千金大小姐是在那里，然后家里的女眷呢是住在这两边，并不是说这个地方只有千金大小姐居住的，因为每个大院它的绣楼啊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各式各样的，有些是一个独立的小院，那有一些呢就像这个四合院形式的。南面的这个房屋呢已经倒塌了，估计也没有住人。哦，奶奶好。您就一个人在这里吗？我们现在去这个绣楼看一下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里有台阶，总共是13个台阶。绣楼建成13个台阶是有说法的，因为在古代啊，特别是在北方，女子啊，就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她们大概是12岁、13岁就要来绣楼居住。一般绣楼是在2楼，有这样的说法吗？12岁、13岁进绣楼，15、16岁出嫁。女孩子在20岁之前还没嫁出去，会被称为老姑娘的。绣楼说的通俗一点，是古代未出嫁的女子居住和生活的地方，是一个针线、纺织、刺绣、缝纫的做工场所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女工，也是一个属于女子学技、创意的休闲生活场所。封建社会的女孩子能够置身于华丽安静的绣楼，衣食无忧，有丫鬟相伴。因为她13岁进入绣楼，是会配1到2个贴身丫鬟照顾她的起居生活。那么这个千金大小姐，她就能够专心做女工，抚琴弄墨，学习琴棋书画。那同时这个也是当时他们家族兴旺的体现。我们现在一提到绣楼，基本上就会想到过去千金大小姐们锦衣玉食、琴棋书画的优雅生活。其实不然，这些千金大小姐在这里生活并不是说那么快乐。你像我们说的简单一点，她家里的其他哥哥弟弟能够去外面走一走，去逛一逛，而这个千金大小姐呢，就必须在这个2楼这样小的空间里面生活3到4年。想一想，在一个几十平米的小房间生活了几年时间，而且不能下楼，这样的生活没有几个人会羡慕的。现在去绣楼里面看看，一进来这里呢是一个小房间，它整个这个绣楼2楼是有3个房间，两侧小的刚好两侧都有楼梯上去，中间有一个大的。那么两侧小的呢，一个是千金大小姐居住的，一个是她的丫鬟居住的，中间就是千金小姐学习女工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千金小姐的卧室，她就是在这里起居生活的。我们出了小姐的卧室，又来到楼梯口这里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楼梯口有一个盖板，我们说小姐在绣楼是不能下去的，那当时把这个盖板一盖住，就把楼梯封住了，这里就看得非常明显了。所以说千金大小姐在这个楼上居住几年时间也是挺孤独的。这个绣楼里面还有一位老奶奶在这里居住，她大概80多岁了。年纪多大了？我80多了吧。这位老奶奶说的话我很多听不懂，基本上是靠半听半猜。她告诉我们，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50多年，也就是说20、30岁的时候就来到这里生活，如今呢就剩她一个人在此。她的家人基本上都搬出去了，因为她在这里习惯了，不愿意搬走。附近呢还有左邻右舍可以聊聊天，这个就跟我们很多农村的老人是一样的，因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不习惯。这个大院和绣楼我们就简单看完了，特别是里面的绣楼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一样？那么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